天体平衡行动，美军海豹6队在索马里南部的一次特种作战行动。海豹6队精锐进出，以零伤亡迅速完成任务。这次任务也因为附带损伤极小，而成为了各国特种部队的教科书式学习对象。大家好，我是大胖兵，今天咱们来聊聊天体平衡行动。基地组织东非领导人萨利纳帕尔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曾被列入美国通缉名单10年之久， CIA 一直试图抓捕他或者杀死他，但是却始终未能成功。他对美国人从不留情，无论是美国驻军、外交官，亦或是旅行者，在他眼中都是敌人。卡扎菲是他的偶像，本拉登是他的导师，这样的一号人物显然非常疯狂。1998年8月7日，萨利同时策划了针对美国的2起袭击，位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在同一时间遭到了卡车炸弹的袭击，大使馆及附近的建筑几乎被完全摧毁。CIA 在袭击发生后确定，袭击者的主要策划者就是萨利。针对大使馆的袭击也是萨利对美国的正式宣战，他本人就此上了 CIA 的黑名单。事后查明，萨利不仅是基地组织在东非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本拉登和索马里青年党之间的联络人。在基地组织的全球网络中，萨利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遭到美国通缉后，萨利丝毫没有收敛的打算，他仅仅只是低调了4年。2002年，萨利再度出笼，这一次他将目标对准了以色列。萨利当然没有能力袭击以色列本土，但是非洲一样也有以色列人，他们就成为了萨利的目标。这一次他又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发动2次袭击，让敌人疲于应对。2002年11月28日，3名武装分子驾驶一辆汽车冲向了肯尼亚的一处以色列酒店。以色列酒店的安保人员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匪徒，随后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车上的一名武装分子下车，直接冲向安保人员，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引爆了炸弹。酒店安保要么当场死亡，要么动弹不得，一时间无法对武装分子进行火力压制。随后汽车直接冲向酒店大堂，显然这又是一辆炸弹汽车。与此同时，一架刚刚从莫伊国际机场起飞的以色列阿基亚航空波音757客机遭到了2枚9K32式肩扛导弹袭击。幸运的是，因为武装分子操作不当，客机并未被击中。事件发生后， CIA 同样很快确认袭击就是萨利策划的。此时美国对萨利已经是忍无可忍，消灭或者逮捕，他们必须达成一项。但是萨利并不好对付，和本拉登不同，萨利的位置其实一直很明确，他就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而且就在闹市之中。虽然经常变换位置，但是大体上的区域一直没变。CIA 从1998年就清楚这一点，但是要让他们抓住萨利，抱歉，做不到。因为摩加迪沙就是美军禁区，地面行动从一开始就被排除。那么定点空袭呢？就像特朗普对付苏莱曼尼那样，如果俄国人在1996年就通过定点空袭的手段杀死杜达耶夫，那么美国人没有理由在2002年还做不到同样的事情。可是这恰恰说明了萨利的狡猾之处，他自己明明是野蛮人，却懂得利用对手的文明。他的庇护所在摩加迪沙的闹市区，如果用导弹空袭，必然造成无辜者的伤亡，这是无法接受的。2007年，美军就尝试过空袭萨利，虽然未造成无辜者的伤亡，却依然被萨利拿来大做文章。作为攻击美国的手段，这次行动后，萨利的行踪更加难以捉摸。直到2009年，一份情报被放到了奥巴马的案头。2009年9月 ，CIA 通过当地军阀得知了一则情报，萨利将会在近期离开摩加迪沙，前往180公里外的城市巴拉维。这里一直被索马里青年党控制。理论上来说，2009年的巴拉维和1993年的摩加迪沙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执意行动，黑鹰坠落仍有可能发生。不过这不是 CIA 应该头疼的事情，而是奥巴马的麻烦。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一共给了奥巴马4个行动方案，前2个分别是由第5舰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或者出动一架耀式战斗机进行精确空袭，后2种方案则分别是由160特种航空团出动武装直升机低空突袭，或者由海豹6队进行地面空袭。
索马里、直升机、抓捕这3个词汇只要组合在一起，就不免让奥巴马想起1993年的哥特社行动，那是全美的痛苦回忆。黑鹰坠落更是美国的耻辱，所以奥巴马否决了后2种方案，同时也否决了第1种方案，因为导弹袭击很有可能造成附加伤害，或者直接误伤无辜者。战机定点空袭似乎是最佳选择。9月4日，萨利出发前往巴拉维，奥巴马则在当天上午批准了行动。然而，在战机抵达目标上空时，飞行员却报告投弹瞄准系统发生故障。联合作战司令部立刻下令返航，绝对不能惊动萨利。150公里足够漫长，只要萨利没有发现不对劲，那么美军还有机会。在战机行动失败后，奥巴马似乎已经没有选择，只能选择其他更危险的方案。最终，联合作战司令部决定合并后2种方案。160特种航空团出动武装直升机打击目标，同时也出动海豹6队作为压舱石，在必要时刻可以直接着陆。这支联合特遣队将会由4架 AH-6 攻击型小鸟直升机以及4架 MH-60L 黑鹰直升机组成。海豹6队分为4个作战组，分别乘坐1架黑鹰直升机。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只需要承担目标取回任务，也就是带回萨利的尸体。但是如果需要着陆，那么行动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如果熟悉索马里的地形，你就会发现摩加迪沙附近的沿海地带基本都是开阔的沿海平原，公路两侧也没有什么植物，更不存在遮蔽物和制高点。如果目标进入巴拉维，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任何一个当地人都有可能是青年党的成员，而从摩加迪沙到巴拉维的车程仅只有3至5个小时。战机行动已经浪费了一些时间，联合特遣队必须抓紧行动。幸运的是，联合特遣队至少还有卫星的帮助。开阔的沿海公路同样也意味着卫星更加容易锁定目标。当天下午1点，联合特遣队跟随卫星指示，一路飞行至巴拉维上空。他们在接近城区的位置，即巴拉维以北30公里的小镇罗伯，发现了萨利的车队。说是车队，其实只有2辆汽车，只是不确定萨利本人在哪辆汽车中。AH-6小鸟首先发起攻击，为了避免造成误伤，小鸟直升机只是动用了机载机枪，2辆汽车均被击中，司机未能幸免于难，汽车停止前进。因为已经进入小镇，所以 AH-6小鸟无法动用威力更大的武器。接下来的任务只能交给海豹6队。4架黑鹰直升机从车队的前后左右4个位置降落，随后对车队形成了标准的拦截包围姿态。与此同时 ，AH-6小鸟也不再承担威胁处理任务，转而进行空中警戒，这是必要的。小镇内一定有青年党的士兵，如果海豹稍有耽搁，萨利的支援马上就会到。不过之后的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任务流程干脆利落。海豹6队的4个小组由2个方向分别对2辆汽车实施控制。接近车辆后，他们发现车上大多数武装分子均已丧失抵抗能力，但是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还是对试图反抗的武装分子进行步枪。而后队员们开始交替掩护，将车内的所有枪械、手榴弹和其他武器取出，保证武器和武装分子保持足够安全的距离，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到这个时候，海豹6队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安全期，但是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敌人的支援随时会到。接下来，队员们初步辨认出萨利，他在小鸟直升机的第1轮打击中就已经当场死亡。队员们将他从车中拖出，然后拍照并上传指挥部，又快速采集了血样以及毛发等身份信息。至此，目标确认被消灭。接下来，一些队员从黑鹰直升机上取下裹尸袋，2辆汽车的4名武装分子全部被装入裹尸袋。随后，他们被集中送上1架黑鹰直升机，之后进入撤离程序。黑鹰直升机起飞，3架小鸟进入空中掩护位置，1架小鸟负责引导和武装开路，直到最终完成返航，降落美军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巴丹号。从空袭萨利车队到海豹6队登机撤离，整个行动过程行云流水，仅持续了不到10分钟。当地的青年党甚至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美军就已经走人了。当地的索马里目击者表示，当时1辆汽车正在快速行驶，4架美军直升机突然出现在上空，双方开始交火，汽车被摧毁，直升机立刻降落，上面跳下一群蒙面士兵，至少带走了2个人。这些倒霉的目击者，他们甚至都没有看清楚美军的直升机数量，更来不及确认美军有多少人，他们又带走了多少人，被带走的人是死是活。
一切就已经结束了。青年党也无法确认遇袭者的身份，因为所有尸体都被带走了。直到美军公布萨利被杀，这次行动才真相大白。相较于海豹6队以往惊险刺激的行动，天体平衡行动只能用平淡2字来形容。但是这背后所透露出的信息却绝不平淡，整个行动行云流水，这体现出的是一种系统性的强悍。敌人面对认真起来的美军更是全无反抗之力，像萨利之流注定只能躲藏在阴影之中，只要见光就意味着死亡。好了，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